回到 Associate Indigo 频道。今天我们要测的主题呢，是关于你心里想的这个人，他的光明与黑暗面是什么？这个主题是灵感来自于一个听众，我是广播节目嘛，就是有在看我影片的一个朋友，他在我的 Instagram 上建议说，可以看看他想要知道的这个人的黑暗面。那我就觉得说，那既然要看黑暗面，那我们也来光明面也一起看，这样可以比较公平的去看待这个人的整体。所以今天呢，你们就是如果对一个人好奇，有点不太知道他在想什么，可能是你们刚认识，或者是交往了一阵子，还是有点不太理解他。那关系不一定限定于浪漫关系，也可以是公司的同事，或者是你的同学，或甚至是家人，你都可以来测这个主题。所以今天我们就会从你想的这个人的光明面与黑暗面，以及他整体的个性去做一个解析，并且在最后呢，会比较针对于浪漫爱情关系去抽一下你想的这个人有什么话想对你说，以及最后会看宇宙给你有什么建议，就是对待这个人有什么建议，好吗？好，那一样我们就是暂停影片，用你们自己喜欢的方式，闭上眼睛，深呼吸3次，把脑袋净空，内心平静下来，不要有太多的杂思杂念，然后慢慢的感觉平静后，想着这个人，想着这个问题，睁开眼睛，面前看到哪一个牌组，或者是哪一颗石头跟水晶最吸引你，那个就是属于你的牌组。那你可以如果有不同的对象，就可以抽不同的牌组，好吗？然后我也希望就是大家可以有看到这支影片的朋友，可以尽量去我的 Instagram Associate Indigo 追踪，然后在上面留言。我礼拜一都会 po 每周的塔罗运势，你们可以在下面留言看，建议说接下来你们想看什么样的主题的读牌。然后呢，我呢目前因为人数还不够多，所以可能还不会办抽奖，所以我会尽量从大家的建议里面去看高我给予我的指示，去看要读哪一项的主题。那也许到订阅人数超过2000之后，触及率比较高之后，我会来举办一个抽奖活动，就是从众多的建议里面抽出一个朋友，那这个朋友可以免费获得一个问题的个占。那这个就是之后我们才能举办，因为现在人数太少，没有办法办抽奖。但是还是很鼓励大家能去我的 Instagram 上面建议接下来读牌的主题，好吗？非常感谢你们。好，那话不多说，如果选好牌的话，我们就要开始解牌咯。好，选择1号牌组蔷薇石的朋友，我把石头放这儿。首先我会从2张动物神谕卡，一张动物神谕卡，然后一张另外一个神谕卡来看一下你们想的这个人他的个性，基本个性是什么样子。所以你们想的这个人，他抽到了一张 Eagle 牌，老鹰牌，一个是 The Nectar， 这张是代表风的能量的老鹰牌，但是它也代表了火象的能量。你会这边看到有黄色的太阳神经丛的颜色。这张是58号 The Nectar， The Nectar 它代表的是花蜜，很甜美的一个饮料的意思。所以这张牌有一点点水象的能量。所以从这2张来看，第一个你们想的这个人，他有风火水在他的星盘里，所以上升太阳、金星或火星有可能在风象、火象，以及月亮风象、火象或水象。这个人他感觉是属于阳性能量强的阴性能量，不管你们面对的这个人是男生还是女生，也可以说他们一般的状态下
阳性跟阴性能量平衡的蛮好的。所以如果她是女生的话，她不会说太柔，不会是太女孩子太娇滴滴的女生，她会有一点点呛辣，或者是很有怎么说，不害怕对抗别人不同的意见，不害怕说出自己的想法跟心声。她也很喜欢去做一些所谓的阳性能量喜欢做的活动，有的人可能是比如说跳伞啦，有的甚至是也会想要挑战一些极限运动。他不会因为自己的性别去限制自己应该要做什么样的事情。所以如果他是男生的话，也代表说他也不会限制自己因为是男生而去只能做男生爱做的事。他可能也可以跟女生打成一片，聊得很好，甚至有人会觉得他可能是姐妹啊，其实他不是，或者是说他也不在意去陪人家 shopping 或自己 shopping， 有的不在意，会可能甚至打扮自己，或者是带一些一般的男生比较没有办法接受的首饰啦之类的。然后这个人非常喜欢飞翔，他们喜欢展翅高飞，所以一个是他们喜欢旅行，或者是他们喜欢做任何跟高空接触有关的活动，或者是他喜欢爬到很高的地方去看星星。他会喜欢，刚说旅行嘛，为什么我说旅行？因为他喜欢坐飞机的感觉，他喜欢一切把自己置在高空去俯瞰世界的感觉，而俯瞰世界让他有一种把自己放在后面，觉得世界很大，其实人类很渺小，可以让他有一种开阔心胸的感觉。那他们这个也是很容易去接受很多不同意见的人，他们的心胸算是比较开阔，或者是他很努力的让自己心胸开阔，去看这个世界，接纳不同的个性跟不同的意见的事物。然后他们呢，你可以看到，当他看准一个目标，一个人事物，他会变成 tunnel vision。tunnel vision 就是他的视线就变成只专注在这个东西上，其他的旁边的周遭环境都看不见。这样的 tunnel vision 可以帮助他瞄准目标，然后去用最快的速度，并且非常精准的方式去捉住这个猎物。所以他们有这个能力，当他们看准了，他会以风向的能量去思考，去建构计划，然后用火象的能量去非常迅速确实的得到他要的目标，达成他要的目标。这就是这个人他的其中一个个性之一。当他决定要做，他就会去做，说到做到的一个人，而且速度很快。那他们的视力不能说视力好，但是当他们看见他有兴趣的事，他想要的事，他会看得很透彻，看得很清楚。这一张58这一张是你刚有看到 sorry， 这张是58号牌。所以5月8号生的人，或者是生命灵数Life Path 13，或者是生命灵数4的人，可能是你们想的这个人。5月8号或8月5号生，有的人可能是58岁，如果有对应到欢迎留言。然后这个人他非常的 sweet， 他们是一个你在跟他们遇见的时候，你会发现他们非常的亲切可人，甜美。如果女生就是甜美，如果男生就是非常温柔，非常为人着想，会很容易让人爱上他。所以他才会有那种，有的人可能以为他是同志或者是姐妹，因为他不在乎去散发一种温柔的感觉。然后他们的眼睛可能会水汪汪的，尤其是在他看到他喜欢的东西的时候，他的眼睛会非常的，有的时候是兴奋的展现光芒，有的时候是展现那种浪漫的水汪汪的双眼。所以这个人可能也有双鱼的能量在他的星盘里面。而他们 The Nectar 它这张牌代表的是一种解药，一种灵丹妙药，印度的灵丹妙药，而这个药是甜美的。所以能跟这个人相处的人
会第一个感受到被他们的甜疗愈的感觉，他们的 sweetness， 他们的甜美，他们的善解人意，会让你从身心感到疗愈。那他们也很喜欢粉红色，他们可能很喜欢粉红色跟金色，有的是黄色，很喜欢花，很喜欢大自然，很喜欢花，可能家里都会买花来放。然后就算是男生也是哦。然后你看他这边粉色，然后也有黄色、橘色，所以是一个很浪漫，然后又很有活力的人。就是能量状态好的话，他们也喜欢珍珠。我这边感觉，然后阴阳能量平衡的算蛮好的，能量状态好的话，他们可能会比较常用玫瑰色的眼镜看世界，所以在他们看出去的世界通常是浪漫的，通常是美好的跟可爱的。但他们当然也有黑暗面，这个等一下我们会来讲，好吗？当他处在黑暗面的时候，我觉得是，你看这边有一只手。当他在光明面的时候，他是因为他有感受到被保护的感觉。这个被保护有可能是别人对他的爱，或者是别人给他，或者是他有感受到物质上面的丰足，而他会觉得受到保护，他就可以处在一个比较光明的能量场。但是当他处在黑暗的能量场的时候，第一个是他需要人家的帮助，他是需要人家拉一把，因为如果他们是解药，他们是容易倾向于付出比较多的那种个性的人，所以他们也同时很容易被人家忽略，觉得他们也需要帮助，因为他们可能不会很常展现他们脆弱或者是黑暗的那一面，所以当他们黑暗的时候，非常需要人家拉他一把。而这只手我也感觉是，当他开始感受到人们只想要获取他的这个花蜜的能量的时候，只汲取而不付出的时候，他们就会变成进入到这种比较黑暗的状态。而他进入到黑暗的状态，代表他会很想要，一个是更想要拯救他人，去修复别人；一个是他会变得很控制狂。那这个控制狂有可能是他想要控制自己一定要得到某一个东西，或者是想要控制这个汲取他能量的人。他明明知道他只是一个来占他便宜的人，可是他却很希望可以跟他把他修成好的能量，把这个人修成对他是好的态度。但是其实这是你们想的这个人他的一个算是妄想吧，因为有些人是没有办法被修理、修复或者是转变的。然后你们想的这个人，你在跟他相处，你会感觉到被他，一个是有一种甚至被拯救的感觉，因为他们会用他的甜美让你感到温暖，然后再来是会告诉你一些你觉得有灵性成长到的一些话语、一些概念。所以他们会，你碰到这个人的时候，有可能是你人生的转捩点，就是他们会把你放进一个你要开始转变的一个时间点。他可能会帮助你看到很多的事情是你之前没有看到，而你会因为他们对你说的一些话而愿意开始做出转变。然后另外一个讯息是比较 sexual 的，就是如果18岁以下的话，就跳过这一段好吗？这个人，如果你们跟他是浪漫情感关系，你们在亲密接触的时候会感到非常的水乳交融，然后不管他是男生跟女生，都是会比较我就直接讲咯。好，我想要如果之后订阅人数多，我可能会开会员制。那在会员制里面，我不知道 YouTube 可不可以，但是就是我会把这些比较成人的内容放在会员专区里面的影片里面会提，就是可能会读一些比较关于成人的世界的一些细节，会在会员专区里面。你们可以留言告诉我这是不是一个 good idea， 还是说不是 good idea， 因为 YouTube 会管很严，you know。好，好，我回到正题。
你们在亲密接触的时候，他们很容易 lubricate，就是很水、很湿润，很容易湿润这样，或者是很容易让你进入那个水水的状态。所以你们的亲密关系是会很美好、很水的感觉。我不知道该怎么讲。然后你们会感觉到进入了一个很美好的花园。你看这个，不知道是玫瑰还是蔷薇。如果她是女生的话，你会感觉到一种被包覆、被接纳、被拯救、被这个花蜜拯救的感觉，好吗？然后这个人，如果你们跟他发生亲密关系，你也会觉得他们品尝起来很甜美，不管是就是可能他的 natural 的气味、自然的气味，甚至是好，我就不要讲太深入，就是你们会觉得它很 tasty 这样子。还有什么讯息吗？所以他们倾向可能会被别人说他们有点太梦幻啦，但是他们其实在做事情上面是快很准的，因为他们有风向那种他们也有很逻辑跟可以清楚处理事情的一个能量。补充一下，这只手让我感觉他们也可能很容易吸引来占他们便宜的人，所以就是 maybe 你们想的这个人，他可能有一种气质，会让人想要接近他，会让人想要对他产生冲动，所以他们很容易会被人家占便宜。如果可能比较年轻的时候，他们很容易被人家占便宜，因为他们就是让人家以为他很梦幻、很甜美、很纯真。所以他们这个人是需要年龄的增长、生活经验的增加，而是懂得怎么去保护自己。OK， 好，我先从2张神谕卡大概看了一下你们想的这个人的个性，然后呢，接下来我们会用这2副牌来看他的光明面与黑暗面。好，我补充一下，刚刚这张是58号嘛，我说生命灵数4的人可能会抽到这一组，然后我想补充就是生命灵数5跟5跟8的人可能是你们心里想的这个人，就生命灵数5跟8，然后4 OK， 好，然后我用塔罗各抽3张，代表他的光明与黑暗。基本上我觉得你们这个人，你们想的这个人其实蛮正向的耶，好像没有什么太大的黑暗面，但是是一个很好的人哦。好，然后呢，不知道会不会有人认识我的人来抽，然后抽到这个是我这样。好，自恋狂，我们现在来解牌。好，我先从他的光明面说，他的光明面呢有一个小小的缺点，但是我等一下会讲解。但是这个人他很奇妙的是，他抽到了钱币皇后跟钱币国王，2个都是钱币，一阴一阳，所以这个人像我刚刚讲，他的阴阳能量是非常平衡的，好吗？然后呢，就是他不会太过的女性化或太过的男性化，你遇到这个人的时候。所以如果她是一个女孩子，你不要看她好像娇滴滴很浪漫，但是她其实是一个非常有主见、非常会懂得照顾自己的女生。只有在她当被人家伤害或真的能量很不好的时候，才需要人家拉她一把。但是基本上这个人他是一个非常稳定、非常可靠，就是可靠到一个不行的可靠。2个钱币的王跟后，不是侍卫，也不是骑士哦，是王跟后。所以不管他这个人的年龄现在是多少，他可能有一个老灵魂，他的心智年龄绝对比他的身体年龄要成熟，因为他非常懂得脚踏实地的工作，帮自己创造一个稳健的生活以及美丽的生活环境。因为他非常注重居家生活，他的家绝对是很美、很有美感、很舒适，很多植物，甚至有养动物。就算他没有养动物，他非常喜欢动物，很想养。他没有养，可能是因为他觉得要负责任，所以他非常小心，不随便把动物带回家，因为他有责任感。这个人非常有责任感。然后呢，他会为自己，他知道物质是很重要的，所以他会
让自己脚踏实地的工作，慢慢的去累积他的财务。当然他们的速度可能没有很快，因为以土象的能量来讲的话，它是慢慢进展慢慢进行。他们也有可能是因为土象能量强，没有像其他火象能量强的人比较那么幸运，就是比较没有那个幸运去很快的达成目标或很快的火红之类的。他们是一步一脚印类型的人，他们也知道自己是一步一脚印的那一种人，他们也不会贪快。中间权杖一的逆位，我先讲一点点，就是因为他们不贪快，而导致他们有的时候会行动迟缓。很多时候你会觉得你怎么这么慢，到现在还没有开始你的计划，那就是因为他们太稳健太小心，而导致计划会延迟进展，或者是他们有拖延症，因为他们会害怕，有太多害怕的事情，想太多，而导致没有办法像别人预期那么快的去做出一个行动。所以在感情上他们也是属于被动的人，他们不会主动去跟人家搭讪，除非他喝醉。好，然后就是他们是属于等待别人来接近他们的那种人，他们比较不会去主动追求别人的那种人。然后他们也是就是有一种人类图剑骨反应才会，或者是我对人类图不是很清楚，但是其中一个是他们要等到剑骨反应说 OK 好啊，他们才会做。那第二种可能性是他们是另外一个人类图的，是要等人家邀请他才会去行动的那个人。如果有人知道是什么样的名称，在留言处跟我们分享好吗？谢谢。所以物质对他们很重要，钱财对他们很重要，但是他们不是贪心的那一种，他们是懂得他需要供给自己跟需要供给别人，然后很谨慎的盘算，或者是知道说够用就好，或者是赚到哪样的程度才能给他自己或他爱的人舒适的生活。因为他们如果是火象权杖，就可能会比较有那种豪奢的个性，喜欢奢华的东西。不能说他们不喜欢，他们也喜欢，但是他们不会去太留恋于奢华的东西，他们可能会有1-2件就好，不需要常常买的那一种，一个好东西用很久的那种人。然后这边都有葡萄，有没有？我刚刚有说喝醉嘛，所以他们可能很需要，他们喜欢喝红酒，或者是他们需要用酒精让自己放松，因为他们可能是因为太务实而显得有的时候会有点严肃。那如果他们又有风象能量的话，那就是可能很容易焦虑。再来是他们跟他们当朋友或当他们的家人爱人都很幸福，因为他们很懂得滋养别人，他们很喜欢做美食给别人吃，做菜给别人吃是他们展现爱意的一个方式。第二个方式是抚摸，他们很喜欢肌肤的接触，所以他喜欢抚摸别人，就是他爱的人也喜欢被抚摸。他们的爱的语言是抚摸，可能跟就是肌肤接触跟 gifting， 他们有可能也喜欢你送礼物给他们。然后他们就是情绪不好能量不好的时候非常需要美食的抚慰，他们非常喜欢大自然，非常喜欢植物，非常喜欢动物，他们跟大自然的连接非常的容易。然后如果心情不好，他们会常常去大自然去平衡自己，这就是他们正向的能量。这个土象皇后前明皇后她其实有天平的能量，然后再来就是其他的土象，就是处女、摩羯跟金牛的能量也很强。那火象就是有一点点，他们可能有天平在火星，而抑制了他们的火象的那个能量。因为我刚刚有说他们其实有火象星座在星盘里，可是因为这些土跟风的结合会有一点 hold 住他们，把他们拉住，变得没有那么冲动这样子。他这边有一个很像摩羯座的别针，所以可能有的朋友你们想的这个人有摩羯在他的星盘里，好吗？所以他们是非常懂得付出，他们爱人的方式是以物质提供，比如说他会给你礼物，给你触碰，做饭给你吃，这种方式表达对你的关心。然后很稳重，他们非常的稳重，非常的滋养。
真的很棒耶。当然就是比较不好的就是他们可能会思虑太多而导致行动迟缓，或者是第二种说法是有一部分的人他们是可能一下子想要做的事太多而导致很多计划同时开始而没有办法有很深刻的进展，这也是其中一个可能性，好吗？反正他们就基本上是蛮被动的啦，然后可能会有一点害羞，他们应该是在大众场合去 party 的话，去 社交环境，他们是比较，你以为他很害羞，就是他如果不熟，他会处在一个等待别人跟他说话的这种状态。好，黑暗面来。好，这边很有趣，因为他们的黑暗面抽到的牌都还是正位的，所以我会用我直接看到牌的能量去感应，我会好的也讲，就是不好的也讲，不说不好啊，就比较黑暗面也讲。他们的黑暗面抽到女祭司牌、圣杯国王、钱币9，所以水象的能量出现了。2张都有水象的感觉，第3张钱币9，土象的能量又出现了。女教皇是一个非常直觉、非常敏锐的一个人，他们圣杯国王也是代表直觉敏锐，而且非常倾听直觉做事，非常相信自己的直觉，很多事情都是用直觉来判断，而女祭司也是。所以这个人他有可能是有一个我们可以说他第3眼很开，或者是他甚至可以跟高我或者是指导灵对话，或者是他有灵媒的体质，所以他可能已经是处在一个非常相信自己这种比较5D 世界、比较身心灵的东西。而你这边看一下他的能量场，所以这个人呢，不要看他外表水水的、浪漫的，他是用一个非常严厉的眼光在看待这个世界，看待他碰到的人。他笑笑的，但是他其实可能会很清楚的看得很清楚你在做什么，所以这个人你没有办法操控他们，你没有办法 manipulate， 你的小伎俩他们都看在眼里，只是有的时候不戳破。那你也可以说，这张也代表他很重知识，他非常喜欢学习新知，因为知识让他可以第一个稳定他的心性，第二个是满足他对这个世界的好奇心，因为他知道这个世界很大，所以他可以接受任何的可能性。这个让我觉得有一种圣杯的感觉。那这个圣杯呢，可以是装他的情感，看要不要给你喝他的情感，也可以是被他打败的对象。就是以阴暗面来讲的话，如果对象不够聪明，或者是不够有灵性，他会用他的知识跟他会拿出女祭司那种冷酷的那一面，把你打趴在地上，会让你觉得自己很蠢、很白痴。而这个钟就是收集被他打趴的对象的血，这是我的感觉。然后你们想的这个人也有可能因为我刚刚有说他是老灵魂，所以他可能从一个很期待婚姻的一个状态，到现在已经有点不在乎、放弃，就是他已经看清楚了，有没有都没有关系，因为他有一种穿破他玫瑰眼镜，开始学习到在这个三力世界的一些现实。所以这个2个柱子本来应该是一般的韦特塔罗后，它是柱子是直直的立在后面，但是在这个牌里面呢，他们是已经倾倒跟变成废墟的状态，所以他可能还是会想要去，因为这边的圣杯国王代表他其实还是在等待一个可以让他情感满足的一个对象，但是同时间的一体两面，他也不再期待那么多。
有一点放弃，但是又有一点期待，就是这个圣杯国王坐在原野，你看又是原野森林，他很喜欢大自然，坐在原野享受他的盛宴，喝着红酒。我刚刚是说他喜欢喝红酒，喝着红酒，然后偶尔在欣赏大自然、欣赏自己一个人的王位的同时，稍微转头看一下，哎，是不是有人要接近？我听到什么声音？是我的未来的另一半吗？是我的灵魂伴侣吗？所以他们其实有的时候你会觉得他们很冷酷，智商很高，直觉很强，可能你们可能会有一点害怕跟他说话，或者是害怕在他面前说错话，但是他们其实他们可能对待很多的异性或者是同性，看你们这个人喜欢的是异性还是同性，他们对他有兴趣的人，可能有的时候如果他们这些人不是很资质很好他们就会有一点恐怖的，就是让他们打退堂鼓，但是同时内心他也是有在暗暗的期待一个真的很适合他，让他可以愿意把自己的粉红泡泡再拿出来，把他的花蜜拿出来对待的那个另一半，他们还是在期待。然后这边还可以讲说，圣杯国王虽然这边是正位，但是他们能量场不好的时候，第一个他会变得很冷酷，他会就事论事，甚至是可能会很毒舌的戳破你所有的就是不 make sense 的地方，没有道理的地方，他们是不会去顾面子，或者是就是就事论事，然后也有可能他会很容易情绪泛滥，情感泛滥，而如果他们开始对你有感情，或者是说你们不是浪漫爱情关系，就是你们只是在一起同事或同学或家人，有时候他能量场不好，他可能会比较情绪化，容易情绪化，容易意气用事，容易就这个女祭司就会比较变成恐怖的女祭司的一个状态，可能会有的人会情绪勒索，或者是变成能量吸血鬼，会需要你去对他更多的关注，让他平静下来。当他们能量场不好，他们需要情感上、情绪上的照顾，让他重新获得安全感。那这个最后的钱币9，如果讲直白一点的话，就是因为他们很重视物质生活嘛，金钱是他们安全感的来源，除了情感之外，金钱是他们很重要的安全感来源，所以他们你可以说爱钱，但他们的爱钱不是那种很虚荣的爱钱，他们只是为了让自己先把自己照顾好，让自己感到稳定的那种爱钱，好吗？所以钱币9代表的是单身贵族的生活，所以他们可能会很把自己的心力投入在让自己拥有一个很稳定的生活，很稳定的家的一个状态。所以他们如果现在是单身贵族，你可能很难打动他们，你可能真的要非常的你要么很聪明，要么就是比他事业有成，让他感觉到可以放心把自己交给你，或者是你不是来跟他们，你不是来因为看了他们的成功或者是他们的钱而来接近他们，他们才会接受你。就是他们对这种看得比较重，他们不希望任何人去 invade 去侵犯他自己建立起来的单身堡垒，那种安稳的堡垒。他们在走入家庭之前会非常谨慎的看待你跟分析你 OK， 分析你有没有财务基础，你的情感，你能不能包容他的情绪状态。他好的时候对你是花蜜去治愈你，但是当他不好的时候，你能不能理解他，包容他，物质上让他感受到安全。这个是他们就是不管是浪漫关系还是在选择公司
之类的，这是他们非常重视的3点。你聪明吗？你懂得爱他吗？包容他？你是不是也是单身贵族？愿不愿意在经济上一起成长呢 ？OK， 这个钱币9，它也是一个神职人员的一个象征就是神职人员啦，所以这个人的神性还蛮强的，可以这么说，或者是他有宗教信仰，或者是有在修身心灵。然后他有一种，这个很好笑，因为这个人的样子让我看起来说，今天可能有一个案子，获得了一个大案子，或今天被上司加薪了，他就 yes 的那种感觉，好吗？所以他非常注重自我成长。所以你呢，如果你们是算浪漫情感对象，你也是要那个很懂得自我成长的人，好吗？好，然后我们来看一下，这边就是单纯对，如果是算情感关系的朋友，看他们有没有什么内心话想告诉你。好，宇宙给了应该是说你们想的这个人的高我给了3张牌，那这3张就是给算浪漫情感的人，但是如果不是算浪漫情感的人，你们就在自行对应好吗？有的话，有的时候也是可以连接啦，就是非浪漫情感关系。第一张 I lost myself for a little while， 他有一阵子迷失了自己，所以你想的这个人有一部分的朋友，他们可能你在旁边观看会觉得他们在干嘛，就是他们可能不是所有你们选择1号牌的人想的人哈，是部分的选择1号牌想的人，他们可能有一阵子有一点纸醉金迷啊，突然变得不是非常的钱币皇后跟国王，觉得怎么好像跟之前不一样，比较没那么稳定，或者是没那么负责任的话，那就是他告诉你 I lost myself for a little while， 那或者是他的情绪上感觉有点澎湃，那也就是他想要告诉你的意思，他有点迷失自己。第二个是 I hide behind material things， 我把自己躲在物质事物的后面，他用物质事物把自己藏起来，所以他不管你们之间发生什么事情，你没有听到他的联系，或者是你觉得他变得怎么那么不一样，因为他不想想这个连接，或者是想要忘记你，所以他用工作赚钱，或者是买东西来让自己不要去情绪太泛滥或想到你。第3张 I left you before you could leave me， 所以这个人的不安全感很强，你们的连接可能没有让他感觉到安全感，你们可能让他感觉到你的有一点不稳定性，不是很没有全然接受他，所以他就是先在你离开他之前，他先离开你。因为如果他土象能量很强的话，这人也蛮爱面子的，他非常爱面子，然后他绝对不容许有人家伤害到他的感觉，他不会去显露出他被伤害到的感觉。但是这个人在情感里面是非常非常的稳定，非常的忠诚，好吗？好，如果是选测别的关系，你们就自行对应哦。那最后我们看一下宇宙对于你跟这个人的关系有什么建议，让我们看一下。好，宇宙给了2张神谕卡给你们的建议。第一张是25号 Disquiet， 第2张是26号 Acceleration。 很妙，就是1张25，1张26。我这边读到2个讯息，2个面向的讯息。第一个是你呢先不要轻举妄动，你就是慢慢的等待这个人，他可能在默默的观察你，在看待你，在看着你，然后去看看什么时候他可以来找你。你就是先一个是装死没有啦，一个就是做你的事，就是先对他不要有任何的行动跟处理。那25、26号让我感觉到的讯息就是 step by step，
一步一步来，因为这个人是一步一步来的个性，好吗？所以你先不要动，然后你可能会得到一个宇宙给的 sign， 或者是这个人给你的 sign， 那这个时候你就可以 accelerate， 可以加速前进，对他行动。如果你看到 sign， 你自己去分辨这个 sign 是不是很明确，那你就是要赶快，如果他可能解封你啦，给你一个讯息啊，那你就要赶快加紧速度去接近他，去跟他和好啦，或者是去让他知道你对他的心意，好吗？要赶快奔到他的身边，不要再等。好，这是一个方面的讯息。第二个方面的讯息是，这2张牌讲的是这个人对待你，他现在正在观察你，他没有出现，没有跟你联系，或者是没有给你一个明确的答复，因为他在观察，他在等待，他还不想要太急切，他需要时间。但是他觉得你很有吸引力 ，OK？ 对，他觉得你非常有吸引力，然后或者是也是相反过来，你觉得他非常有吸引力，然后他观察到了一个时间点的时候，他就会火速来找你，所以你不用动，等他火速来找你，这是第二个讯息。当他决定好了，他观察你觉得你值得托付，或者是他可以信任你，他就会来找你。而这2个中间不会等太久，因为25跟26这之间的时间应该不会等太久，好吗？那有的可能是8月25、26号会是一个关键点、转捩点、关键日。有的人可能甚至是1天之后他就来联系你，部分朋友，不是所有的朋友。好，还有什么讯息？应该就是这样了，应该没有漏掉。然后我觉得不管你们选择1号牌组的朋友跟你想这个人是什么样的关系，有什么样的历史，他应该都是觉得你们是曾经有过很欢乐的回忆，在一起可以很开心。OK， 所以当他们决定奔向你的时候，或者是你想要奔向他的时候，是一个进入一个糖果世界乐园的感觉，是一种可以很纯真，很像小孩子一样相处，然后一起 have fun， 一起旅行，一起去 experience 世界上所有的东西的那种感觉。好，那希望你们喜欢今天的读牌，然后希望有解答到你们的疑问。那如果喜欢今天的解牌的话，欢迎在这支影片按赞，然后分享给你的亲朋好友一起来读牌，也欢迎追踪我的频道，开启小铃铛，然后呢也鼓励大家在留言处分享你们的故事，好吗？你们的留言、按赞跟订阅都是对我最大的鼓励，非常感谢你们。然后欢迎追踪我的 Instagram L'Associée Indigo， 在上面去建议一下你们接下来想要听什么样主题的读牌，好吗？非常谢谢，那我们下次再见咯，拜。好，现在来到选择2号牌组的朋友，你们选的是这一颗蚕丝玛瑙，把它放这边。首先我会用2张神谕卡来看一下你们心里想的这个人的个性如何，所以我会从这2张神谕卡去分析，可能会先大概提到他的光明跟黑暗面这样。首先第1张是12号的 The King 国王，第2张是土象能量的 Snake 蛇。首先因为这张牌蛇它是土象能量，所以你们想这个人他可能有处女、金牛、摩羯在他的星盘里。这张 The King 让我联想到 The Emperor 皇帝牌，但是它又是12号，还有这2张神谕卡很神奇的页数都是在13，加起来是13，所以它可能有12号吊人牌双鱼座的能量，也有死神牌天蝎座的能量，以及4号的皇帝牌牡羊座的能量。所以你们自行对应看看你想的这个人是否有这些星座在他的星盘里。所以从这些能量我看到，第一个他的牡羊火象能量强的话，
你看到这只手，它很有权威感，它也喜欢权威感。它的手绽放出黄色跟橘色的光芒，黄色橘色的光芒代表的是底轮、海底轮以及太阳神经丛。正好这张蛇它也代表的是昆达里尼，应该是底轮的能量。所以他们是一个是可能底轮很发达，太阳神经丛很发达的一个人，他们是非常有活力，想要做什么事情就会从他们的底轮去产生热力跟能量来支持他们，或者应该是说他们每日常生活的动力都是从他的太阳神经丛或底轮去产生的，就是很像金顶电池那样。他应该是属于一个很有希望，我相信他也有负面的个性，但是他基本上是很充满能量，然后对很多事情他尽量表现出是用正向的态度去面对，甚至有时候会去鼓励身边的人一起跟他去执行。他会让他的亲朋好友感受到那种像太阳的那种温暖跟活力，能量场好的时候。而这一张他的手的中心手掌有一个蜡，就是皇帝要封印的那种蜡的封印的一个象征，所以他是一个，我刚刚有讲他非常的权威，等于是他说了算的一个个性。他如果决定要做什么事情，就是要照他的意思走，这就是皇帝牌或牡羊座的一个能量状态。所以他决定的事情很难再改变，因为已经封印了。然后另外他也是能量状态好的话，你如果服从他就是说你是他的人，他信任你，然后你愿意听他的，他也就是会照顾你。他是一个好的领导者，能量状态好的时候，他可以成为一个非常良好的领导者。但是缺点就是他的自尊心会过强。当他能量不好的时候，他自尊心受到伤害的时候，他就会变得异常的，他可能会变成暴君，因为他变成暴君就是为了要修复，让大家去看到他还是那个皇帝，他还是有权威的，他会变得过度追求权力，跟过度的想要展现他是有权力、有威望的人，这是他能量场不好的时候。但是如果他能量好的话，他就会是一个人君，是一个懂得倾听、懂得照顾他的人民的一个好的君主。那这个人，我觉得他一生会经历几次 ego death， 就是这张牌代表的是他们人生会经历过一些事件，让他有 ego death， 应该怎么说？直接翻是自尊心的死亡，就是会让他去，这些事件会让他去反过来反省他自己，而让自己的自尊心终于可以放下，不再用自尊心去引领他处理事情跟面对人生。那当他经历过 ego death 之后，他就会更变成这个人君，更懂得去倾听。那这个人虽然是牡羊能量，但我刚刚有讲他12号让我联想到吊人牌，所以他在有些时候他可能因为自尊心的关系而很多事情不去改变，而去牺牲奉献。不要看他好像气场很强，或者是讲话很大声，或者是很固执，他说了算。但其实有些时候，我举个例子，可能比如说情感关系，如果你看到他跟一个对象其实对他没有很好，或者是不适合他，但是因为他选择了这个人，他有一个自尊心，他不想要打自己的脸，他可能会一直容忍在这段关系里面。这就是我看到了吊人牌的能量，他会一直去配合这个人，一直去纵容他做一些伤害自己的事情。一个是因为爱他们，那第二个是他不想让自己的自尊受损。如果他承认了这个人不适合他，就表示他承认之前做的决定是错误的，表示他看人不清，所以他会有这种为了要隐藏自己的错误而去牺牲奉献的一种态度。
但是这个人他非常的有，这张蛇代表的是他非常的有创造力，他有非常多的才华。有的你们想的这个人，他的才华是隐秘的，是没有随时展现出来给大家看，可能要很亲密的人才看得到，也可以是说他可能很害羞，不想要随便展现，或者是他有很多的才华，才华多到你可能已经知道他有这些某 A 才华 B 才华，但是他其实还有 C、D、E， 他都没有展现出来，或者是他连自己都还不知道，没有发掘的才华。然后另外他的直觉应该也很强，因为他这个是生命之树的图文，里面有绿色、蓝色、紫色，代表的是心轮的颜色、第三眼的颜色以及喉轮的颜色。所以不管你认识的这个人懂不懂得跟你沟通，他都有沟通的才能，而且他的心轮是可以打开的，但是他会保护得很好。他是一个会倾向于保护自己的人，不随便展现这些，不是所有人都可以跟他敞开心连心的对话的那一种。那他的直觉也很强，所以有的时候他也是可以靠他的直觉去判断事情。再来是因为这2张牌都代表昆达里尼或者是所谓海底轮太阳神经丛的能量很强，他应该是喜欢性这个东西，性是另外一个电池，让他可以觉得充满活力，让他觉得人生还有希望。所以有的时候，所以性对他很重要。那同时我觉得他之后也会想要生育。再来这边有一条蛇，他有的时候是会躲起来，有的时候甚至是说他可能是一个皇帝，但是一般你刚认识他的时候会以为他是一个很害羞的状态，他可能会呈现一点点天蝎的那种能量藏在暗处，不太让人家看得出来他在想什么，然后不太说话，因为他这只蛇是含住自己的尾巴，他们是非常小心谨慎判断之后才说话的一个人。所以一开始你可能会以为他是天蝎座，或以为他是双鱼座，但其实他是牡羊座。我举个例啦，不是说你们所有人选择2号牌组想的人都是牡羊座。他应该很喜欢，因为我刚刚有说他喜欢性嘛，所以他是很喜欢肌肤的碰触，他的爱的语言其中一个可能是就是接触，然后他喜欢抱抱，他喜欢抱你，或者他喜欢被你抱。我现在讲的就是我是都讲，所以如果不是算情感关系的人就很抱歉可能会让你听到 TMI 就是 too much information， 不是你很想知道的细节也被你听到了，这样 OK。所以这个人他是很有才华很有人际魅力的一个人，然后很容易吸引人来接近他。那他有可能是属蛇的部分啦，不是所有人。然后他或者是他很喜欢蛇这个形象形体这个动物，然后他呢只要是你是他重要的人，他就会保护你的那种人，因为他是君王嘛。差不多是这样。接下来我们要用塔罗牌来看他的光明与黑暗面。我忘记再补充 ，sorry， 这边又是讲跟亲密关系有关的，所以你不是算浪漫爱情就可以跳过好吗？这只君王的手，就是他有一种他说了算，或者是他不想听，他就会举起手来说 stop， 就是叫你不要再讲了，或者是他这个边我有看到，因为他这只手的手指之间有一颗珍珠，你现在知道我要讲什么了齁。就是这个人他的手可能很厉害，所以如果你们是浪漫爱情关系的话，你可能可以享受到他手对你的服务。那如果这边现在是讲亲密关系嘛，那或者说这个人很会用手去，当你被他触摸的时候，你会有那种触电或者觉得很舒适的感觉，或者是他很会按摩也是有可能的，好吗？好，这边是帮大家用塔罗抽到的，这边是阴暗面，这边是光明面。很神奇的是阴暗面，你看就这张就出现了皇帝牌，真的，然后也出现了5号的 The Hierophant， 是什么？教皇牌呀。OK， 我们先来讲光明面。
这边很妙的是，光明面就是都是正位，然后阴暗面就是2张逆位。那第一组是他们的阴暗面也是正位，就是比较有趣。好，这个人他也是土象能量很强，第一组也是土象能量很强，所以这个同步性很让人玩味啊。因为这个蛇是我刚刚有讲是土象嘛，所以他们的光明面就是很脚踏实地，很认真。可以是因为他抽到了钱币骑士跟钱币侍者，年轻的跟中年的都抽到了，所以你们部分的人可能是一个说法是你们想的这个人可能比较年轻，是20几岁，然后或者是你们想的这个人是大概接近30几岁上下的一个人，30到40，but或者是如果你们想这个人是大概30岁左右到40岁，但是他们现在可能正在进行一个新的事业，开展新的事业，或者是进行一个新的学习，可能回到学校去念博士啊、硕士啊之类的，为了进修而展开一个新的东西，这是这个钱币侍者的含义。不过这个人就算他可能是一个他们算是老灵魂，因为他们非常懂得追求稳定的东西，然后他们外形上一般来说是高高瘦瘦的，黑发黑眼睛自然卷，但是这张侍者也让我看到可能有介于在175上下的身高的对象，男生的话，女生那就是可以也有可能是150、160左右，但是也有170左右的女生。他们懂得应该怎么说？他们非常有野心，所以他们虽然在事业上对自己的人生发展很有规划，很成熟稳重，追求物质很成熟稳重，但是他感情上就会不成熟，因为他的重心都放在追求成就跟事业，而会忽略掉感情有的时候。然后他们的动作比较慢，所以他们是那种会先深思熟虑之后才做事的人。他们可能刚认识的时候，你会觉得他们有一点严肃，他们看事情的角度都是比较中规中矩，稍微严肃一点，或者是像我刚刚讲的，你不是很熟，可能看起来他都不太讲话，或者是有点不知道他在想什么。当他如果要谈感情的话，是代表通常他们都是希望以长久稳定的关系去谈感情，所以是要么就是长久在一起住在一起，要么就是成家立业结婚生子。但是他们谈感情之前一定是会觉得自己需要有经济基础，感觉他有那个能力去不但供给自己还可以供给家庭之后，他才会开始认真的谈一段感情。所以如果你们有的人现在跟这个人是浪漫爱情关系，你觉得他不是很认真，那就代表说他觉得自己还不够格去认真的谈感情。那这张就是土象能量嘛，摩羯，然后金牛、处女。但是如果他真的喜欢你，他是不怕任何的困难，他会长途跋涉的来找到你，长途跋涉的来展现给你看他对你的爱跟用心。但是我觉得他有的时候可能会自我怀疑，因为他本来是 Knight， 第2张却是侍卫，所以刚刚有讲，一个是可能代表你们选择2号牌组的人，你们想的人有一个是可能是这个骑士，有的人想的这个人是还是一个侍卫，那或者是说这个人他有的时候会，他其实是一个骑士，但有时候会自我怀疑，或者是有那个我之前有一个影片有提到的，就是imposter syndrome， 冒名顶替症候群，他们会觉得自己一直还不够啊，学的还不够啊，所以他们可能有时候能量不好的时候，会一直想要展开新的学习计划、新的事业项目，只是为了像我刚刚讲的，可能是去弥补他的自尊心，觉得可能之前开始的项目不够好，所以又开始一个新的，想说那这个可能会更好，这样，就他们能量场不好的时候可能会这样，然后他们随时随地都在处在一个
是否要付出呢？因为他们可能会想太多，当他们要付出的时候会想比较多，但是也是因为他们为了要稳稳的相信自己有能力付出，他也不想要付出一点点，然后就突然发现自己还不够，就不能持续性的付出。那他们要付出的时候，通常都是真实的物质上的付出，不是花言巧语的那种。那第3张是圣杯3，这个人可能有一点，他就算看起来好像很内向，有的部分的朋友你们想的这个人可能看起来很内向，但其实他们是算是外向的，因为他们喜欢跟人相聚在一起，他们很喜欢团体活动的感觉，很喜欢跟人家庆祝欢庆把酒言欢的感觉，很喜欢去可能下班以后去聚餐啦，然后常常只要放假就要约亲朋好友出去玩啦，他们喜欢在一起感到开心，唱歌喝酒，这个人应该是蛮喜欢喝酒。那如果他不喝酒，就是喜欢那种跟大家一起去聚餐啊、野餐啊，甚至有的人可能会参加教会。我之前有一个影片有提到这张卡，让我感觉到很像那个教会的诗歌班。所以他如果不是聚餐，那他可能就是喜欢参加一些团体活动，参加一些社团。这个人反正他需要把自己投入到人群里面，让他感觉到开心跟放松。然后他可能很喜欢香气，这个人喜欢自然的香气，可能不一定是香水，但他喜欢那种大自然的花香，或者是酒香，或者是食物的香味。我今天就不太讲外形，我刚刚已经有提到一点了。好，接下来是黑暗面。所以光明面刚刚就是总结一下，很稳定，值得依靠。但是如果他自己觉得自己不够好，可能就不太能，你没有办法马上跟他定下关系，你可能要等很久。这样。好，阴暗面。第1张是女皇牌的逆位，第2张是教皇牌的逆位，第3张是皇帝牌的正位，全部都是黄。3、4，它的阴暗面3、4、5都出现了。好，我必须要讲，从数字上来看，3、4、5代表的是这个人他有一点点，可能有一点古板，他做事的方法是按照步骤，他不是跳跃式的，不是像风象、水瓶或双子那种跳跃式思考，他一定要先把第1步做完，他才能做第2步、第3步，他没有办法跳过第2步直接做第3步，他的脑袋可能会转不过来，这是我看到的一个讯息。第2个是很奇妙的是，他先出现3的逆位，再出现5的逆位，然后4的正位，所以代表这2个东西结合变成他，因为这个皇帝的是逆位的女皇跟逆位的教皇，所以他的这个皇帝虽然是正位，但是你可以很深的从这个牌面去感觉到，他可能他的黑暗面就是我刚刚讲的，是属于比较暴君的君王，而不是人君。他可能会因为太过倾向于追求他想要得到的东西，而太杀伐决断，或者是踩着别人往上爬，他有这个倾向。但他的眼睛很红，有没有？就是觉得那种他就是坐在他的王座，不容许任何人去抵触他的想法，他的命令。他要得到，他就是会得到，然后所有来阻挡他的人，他就会用这把剑。然后这些是受害者的血意，他甚至会去饮受害者的血，这种很恐怖的君王的感觉。但是我觉得他现在的黑暗面是因为他现在的能量场，他的年纪或者是他的人生经验，让他的黑暗面是这种暴君，他可能还没有经历到刚刚所谓我讲的 ego death， 他还没有经历到那个过程。女皇的逆位代表说他的黑暗面是比较冷酷的，没有办法去滋养别人，用爱去包容别人，他缺乏这一块，缺乏用爱包容别人的这一块。那有可能是他之前有受过一些伤害，导致他现在女皇变成逆位，他可能之前是正位，但受了伤，为了保护自己变逆位。也有可能是他一直都是逆位，但是他之后会经历一些事件，让他的人生有所成长之后，他可能就会变成正位，懂得去滋养别人。
所以这个人可能在情感上会比较稍微冷酷一点，以自己为主，会自我中心一点，然后比较没有办法做出承诺。你要让他做出承诺，你可能需要很大的耐心跟包容心。然后你跟他吵架的话，就是可能不要去期待他会用这种倾听啦，就是包容你啊，等你说完再抱抱你啊，这种他可能不是这种，他可能会很冷酷的都不说话，然后看你，类似我们说看你表演完之后，他还是不会安慰你这样，他还是坚持己见。然后教皇的逆位啊，他呢现在就是有一种叛逆的状态，他有可能之前某部分你们想的人是他之前可能是女皇的正位加上教皇的正位，就是又可以懂得关怀包容爱别人，又可以但是又非常循规蹈矩，然后乖小孩很听话，然后做事都是受规范，然后很愿意去教导别人，很有正向的观念之类的。但是他现在是逆位，那或者像我刚刚讲，他可能一直都是逆位，但是需要之后经历一些人生事件让他变成正位。OK， 自行对应。然后教皇的逆位代表是说他现在有一种叛逆心，他不想要再跟着可能父母教他干什么就干什么，他想要冲破社会规范，然后去甚至加入一些团体，可能是他亲朋好友之前都可能会傻眼，他怎么会加入这种团体之类，或者是他的造型上会改变，做事方法改变，对情感关系状态改变，就是他不想要再当乖宝宝的感觉啦。他现在就是黑暗面，就是有一种我现在要干嘛就干嘛的意思。OK， 他就不想要再听到别人叫他干嘛。那他这个人也是比较适合自行创业，因为他没有办法让别人指挥他做事，因为他才是那个需要指挥别人的人。然后皇帝牌也代表很固执，他非常固执，就是我刚刚讲的杀伐决断。那你们想这人，有的人可能也是从事军警，就是需要去维护秩序的相关的工作。那接下来我们看一下他有没有什么话想要对你说。 The Hidden Truth， 那这边就是比较针对算情感关系的朋友。那如果不是算情感关系，你就自行去对应一下这牌卡上面说的话好吗？好，3张你们想的人的高我给你们的3张想说的话。那这边自行对应，因为不是说这3张都是，就是有的你们想的人可能是想告诉你这2句，那有的人是这2句，有的人是这2句，这样 OK。 好，第1张 I hid who I really am from you。 好啦，所以他就承认了他没有在你面前展示真实的自己，他把真实的自己藏起来了，所以你们可能今天才想要来看这个读牌，因为你觉得有点 confused， 很困惑，说他到底是什么样的人。第2个 I know I messed up everything， 他知道他搞砸了所有的事情，所以有的朋友你们可能有争执，或者是他做了一些事情让你很伤心难过，让你很不懂，可能他给你感觉很美好或怎么样，怎么突然会好像变得很混蛋啊之类的，或者是没有把事情做好啦，所以他知道他搞砸了所有的事情，但是他不承认嘛，因为他很骄傲。第3张 I love you unconditionally， 所以这是他想要跟你讲的真心话。有一部分的朋友，不管这个人是浪漫情感对象还是说是你的亲朋好友，他们是无条件的爱你，他们想要告诉你他们是无条件的爱你，但是能不能做到那是另一回事好吗？因为人类是很复杂的嘛，因为比如说自尊心啊、小我啊的影响，让他就算想要对你无条件的付出跟爱你，他还是做不到这样。好，然后最后我们看宇宙有对你跟这个人的关系有什么建议。好，这是宇宙给你们的对于你跟你想这个人的建议。我刚想要补充一下，看有没有人是你跟想的这个人是差12岁，或是1岁、8岁或9岁好吗？如果有的话，有对应到，欢迎在留言处跟我们讲。然后
第一个建议1号牌的 denial。Well， 我这样看起来的话，不管你们是不是浪漫爱情关系，这个人，你跟这个人的连接可能会让你感到有点辛苦，就是他好的时候可以很稳，给你安全感，但是他能量状态不好的时候，他会有一种我管你的，就是 I fuck you up, I don't care 的那种感觉。所以我这边这张牌看到的是说，这有可能是你想的这个人，他有的时候他就是不听。那第二个讯息是你可能在有点没有办法接受说这个人现在的状态可能不适合你，这个人不是对你很好，或者是这个人有影响到你的身心健康的状态，就是说可能大家都说要远离他啦，不要再跟他合作啦，或不要再跟他交往啦，但是你就藏在你的梦幻泡泡里面，一直想着他的优点，然后我觉得这些花就是你想的这个人的优点，然后这些蝴蝶蜜蜂是可能你得到的一些讯息，你的亲朋好友跟你讲的话，你不想去承认说你应该要先放弃他，先放手，这样部分的朋友可能是这个状态。那有另外一个讯息，这张卡也是说，那可能是你现在觉得跟他的关系好像很糟，或者是你觉得他是一个很糟糕的人，或者是你觉得你们快分手了，合作不下去了，但是这张牌可能有讲说其实事情没有你想象的那么糟啦，就是说它虽然有黑暗面，但是是可以，你如果有时间跟耐心的话，事情还是可以解决的。这个人就是稍微可能难搞一点这样。那8号牌，我觉得8号代表的是说，这张1号我觉得是你可能要有一个新的角度去看待你们之间的连接跟这个人，然后不要再就是你不要变成这个人就是都捂住耳朵不听。那你现在来看读牌，可能你就是可以稍微参考一下你读的这些塔罗牌给你们的一些讯息跟建议，然后重新去思考这个关系要怎么，你应该要怎么做跟处理。8号牌是我觉得这个关系应该会有好的发展，但是这个好的发展不是说就是你们会继续在一起或者是继续合作，反正是对你是好的发展，有可能是分开，但是分开对你来说是比较好的。然后我觉得你们可能还会有一阵子的无限循环，就是可能还是会继续卡在这个连接里面一阵子，但是我觉得你就是这张牌叫 motivate 动力吗？驱动你的行动。我突然忘记中文要怎么讲，反正你继续做你该做的事情，你继续去，我不知道，我觉得有个能量是说你可能需要去，我觉得这是你想的这个人，然后你可能要教导他一下，因为这女生手上有个鞭子，你可能要稍微用一些方法去引领他走向对这段连接比较好的方向，因为他有点需要被指引，他需要被好的能量、好的观念去指引。然后这个铃铛，我觉得就是你给他的指引，就是，但是我同时也看到说，你们可能要减少，虽然要指引他，但是不要控制的太多，小小的控制，就是不要说他去哪里都要跟你报备，你要随时知道他在干嘛，随时知道他在哪里，不要。但是你就是可能可以带着他去一些，比如说大自然，让他身心能量可以平衡的地方，一些比较正向能量的地方，然后让他不要一直有这种很负面的能量出来，就是一直要用自尊心去对待人事物，或者是你可以，他如果觉得你控制欲很强，那你就是稍微放松一点，然后跟他轻松的相处。Motivation 的意思就是你去思考你们这一段关系现在是不是在一个停滞的状态，你应该是很累了，那你还要这段连结吗？那要的话，你要怎么去引领他，让这个连结可以往好的方向发展的意思，好吗？
好，那这就是今天的读牌。我希望今天的读牌对大家有帮助，然后可以为大家解答。那欢迎在这支影片按赞，分享给你的亲朋好友一起读牌，然后也欢迎订阅我的频道，开启小铃铛。你们的按赞订阅都是对我最大的鼓励。也欢迎在留言处分享你们的故事好吗？然后一起呢来追踪我的 Instagram LaSocia Indigo， 在上面我会 po 每周运势，然后不定时接收宇宙正向讯息以及一些巴黎的生活小事。然后非常感谢你们，也欢迎在我的 IG 上面留言提供意见，看接下来你们想听什么样的读牌主题。非常感谢你们今天的观看，那我们下次见咯，拜拜。好，现在来到选择3号牌组的朋友，你们选的是这颗绿色的小小的石头，我不太清楚它的名字，我有点忘记了，我把它放这边。然后首先我们会先用2张神谕卡来分析你心里想的这个人他大概的个性如何，所以我在解析他们的个性的时候，可能也会提到一点点我接收到的比较正向或比较阴暗面的讯息。好，来，第1张是10号的 The Warrior 战士，第2张是火象的 Fire Ant 火蚂蚁。所以从这2张牌我们可以看到，10号牌让我想到命运之轮，然后他们这2张牌的页数有生命灵数9的含义，所以你们想的这个人可能有生命灵数9或生命灵数1或 Life Path 10。这个人的火象能量很强，火蚂蚁是火象能量，所以除了射手跟狮子之外，我强烈感觉到他有牡羊座的能量。虽然因为这个骷髅头让我觉得有一种牡羊的能量存在。这个人战士是指，其实战士跟火蚂蚁讲的是同样的东西，他们很有可能他们的人生需要一个很明显的一个目标，他需要有一个 life purpose， 需要有一个他值得战斗的东西，这个东西可能是一个信念，或者是他的家人。那你们选的3号牌组的人，可能大部分的朋友，有一部分的朋友是同志族群，因为这边有彩虹，所以你们想的这个人他可能是，如果你不是的话，就是你想的这个人可能是同志的族群 LGBT， 因为他们可能会为了他们的LGBT 的信念而战斗，是一个他们有很可能会成为社运人士。另外他们可能有点好战，他们会为了他的信念而好战，所以你们想这个人部分可能是 hot-headed， 就是很容易上火，就是火气来了就会有点冲动行事，或者是跟人家，有的人甚至可能会跟人家起冲突啊、打架啊，或者是比较容易跟人家吵架啊，这样，因为他们火气上来是有点控制不住，然后他们前面的这颗钻石就是他准备要来，这就是他的武器，他额头的钻石是他的武器。一个是说你们想的这个人他可能有一个很硬的额头很 literally 的讲就是有一个很硬的额头。那第2个就是 hot-headed， 就是他们的可能会火力都集中在头，可能没有办法思考，然后就会去跟人家冲撞，但是都是为了他的 higher purpose， 他的彩虹，他想要世界变成更美好的一个地方，所以他会用这种比较跟人家起冲突的方式去保护他的信念，或者是让这个世界更好。那有的人甚至他真的是军警或者是军人，军警，对，就是军人、警察、士兵啊这种。命运10号让我想到命运之轮，那我觉得这个人，一个是说你们想的这个人最近他开始来到一个命运的转捩点，他的一个循环结束，准备要进入下一个循环。那另外一个我看到的讯息是，这个人他常常会需要遇到转变，因为这边有一条蛇，这一条蛇可以代表的是蜕变，所以这个人他可能会一直人生里面经历不同的
蜕变期，可能每10年要蜕变一次，让他学习到一个新的人生的目标，或人生对待人生的态度会一直不停的转变。那再来是他很有可能这只蛇也代表的是一个诱惑，这个诱惑会让他没有办法秉持住脾气，他很容易受到别人的挑衅或指使，因为要为了站稳他的信念，保卫他的信念而受到挑衅跟指使。然后火蚂蚁同时也是说，这个人也是一样，代表这个人的火气比较大，比较容易，一个是说容易生气，一个是容易跟人家起冲突。他比较不是那种会先忍耐下来，然后想一下再行动的那种，他比较不是这种。那火蚂蚁也是说，这个人非常需要团队合作，所以说是士兵嘛，士兵就是在一个团体里，所以他可能不是那种发号施令的人，他是需要受到指令的人，他需要接收指令才能行动。他一个人的时候几乎就没有办法行动，因为他不知道怎么样去自己帮自己做独立决断，让自己往前行，他需要有一个人指挥他。这边讲到这边，我觉得这人也有可能有一些你们想的这个人有金牛座的能量，有可能他们需要团队合作，他们需要接受社会规范，照着规矩做事，他比较没有办法变通。因为这边的这个钻石也让我想到他有一点脑袋恐怖力，就是可能有点难沟通，没有办法变通。你要跟他沟通的方法可能就是让他去用他相信的那个信念去说服他，然后给他指令，他才能照做。你没有办法跟他讲道理，所以当他们在人群里面，团体在大公司行号就是很容易很适合他们。如果是小公司只有几个人，都是那种比较需要自己独立作业，自己督促自己，他就可能比较不适合。规规矩矩的一个战士，执着强硬，但是很乖。他如果信任你或觉得你是可以领导他的人，他就会很听你的话。但是你们就是要小心，他很容易受到别人的所谓的引诱，就是比如说挑衅啊、指使啊这样。那这边的橘色、黄色代表太阳神经丛跟海底轮，所以说很冲动，是因为他们也是用太阳神经丛跟海底轮的能量去驱使他们做事或者是爆冲。为什么他们容易生气？因为他们其实算是很敏感的人，所以他们有部分你们想的人可能甚至有一点点玻璃心，就是万一他听到批评他的话，他可能很容易就变小灯手体，很容易会发火。好，我们现在用塔罗牌来看一下他的光明面跟黑暗面。那也有可能你们部分的人跟这个人有差10岁，或者是他是某个月的10号生，我们自行对应一下。好，这边是帮大家抽到的，左边是光明面，右边是黑暗面。不过它光明面出现了一张逆向的牌，会来解释一下。很奇妙的是，它的黑暗面出现了命运之轮。我刚是这边讲命运之轮，这个是真的没有办法。很神奇的是，2张命运之轮，10号、10号，然后都有蛇的形象在这个卡牌里面。所以，好，我等一下来解释哈。我先从他的光明面来讲好了。你们想的这个人，首先他这边有抽到大牌 Strength 的正位，力量的正位，所以基本上他是一个，他有狮子座的能量，狮子座的能量出现，他是一个强而有力的人。当他能量场好的时候，他是可以保护别人，他会站出来，他不会畏惧的一个人，然后他会扛起责任。他对于他想要追求的东西或想要保护的人事物，都是会拿出勇气来去面对，去达成。然后这边的力量的无限符号也让我想到说，如果他没有成功的话，他能量状态好的时候，他是可以一直循环努力不懈的去执行它，然后直到他完成。
但是同时他可能也需要有一个人可以去安抚他。这边的这个女孩子，不管是合作关系，在事业上或者是感情上，她可能需要一个可以安抚她情绪的另一半，让她可以保持能量状态上的平衡。所以这个人他可能是一个阳性能量很强的人，冲冲冲，他需要一个阴性能量强的人去滋养他、安抚他。The Whale 是这个牌卡它的一个特别牌，22号水井。这张正位的时候代表的是跟大地连接，大地之母盖亚连接，然后非常的因为能够连接而有创造力，然后对未来有想望跟梦想。但是他现在是逆位，所以一个说法是，我们刚刚有知道他是属于 warrior， 他是属于接受指令的人，所以他可能没有什么创造力，但是他出现在光明面这边，代表说他不会去，你可以讲他脚踏实地，就是说他就是一步一脚印，算呆头鹅吗？呆头鹅的讲法不太好，但是就是你叫他做事，他就会帮你达成，他不会好像他不会去跟你说啊，我觉得这个点子比较好之类的，他就是不会太去跟你抬杠，或者是跟你，他可能没有办法去跟你建议可能更好的做法或怎么样，但是对某些人来说，像是一个很好的员工，因为你叫他怎么做，他就怎么照做给你看，然后他也不会去太胡思乱想，想一些不着边际的东西，所以这边没有创意。在光明面是说，他是一个很好接收指令的一个人，可以依赖他去达成你要他做的事情。那这边的宝剑侍者，所以风象能量出现了。这人他可能有月亮上升，或者是水星在风象的能量，因为宝剑侍者代表的是一个他很喜欢说话。这边也有代表创意，但是他的创意比较是沟通上的创意，新奇点子的创意，就是可能是在跟你聊天的时候，你会觉得他很幽默啦，很好笑啦，会跟他聊天很开心啊的这一种感觉。然后他可能很会，刚刚有讲幽默风趣嘛，然后再来是就是跟他聊天有一种很轻松的感觉，再来是他很喜欢旅行，然后但是这张牌有代表的是他可能会有点爱 gossip， 就是喜欢八卦，那这就是比较黑暗面，因为这张牌的比较黑暗面的地方，就是他能量场不好的时候会去讲别人闲话啦，一般来说是八卦啦，但是不好的时候可能是在别人背后讲坏话啦，这都是有可能的。但是他的话题可以天马行空的意思。黑暗面来，黑暗面我就是可以说他能量场不好的时候，钱币8的逆位代表的是他可能很奇妙的是，这边是不是有8号的 strength， 这边就有钱币8的逆位，都是8，一个正向的8，一个逆向的8，就是他能量场不好的时候，他很容易会轻言放弃他正在做的事，没有办法认真执行，或没有办法有耐心的完成它，所以在感情状态也是，他没有办法给予承诺，这是他的黑暗面。他一般来讲看起来好像很谨守本分啊，很努力做事啊，但是万一你正好碰到他能量不好的时候，能量状态不好的时候，他可以说走就走，说放弃就放弃。因为这边还出现了魔术师的逆位，魔术师的逆位也代表的是他心有余而力不足的感觉，就是他没有一个达成事情的方法，跟没有达成事情的资源，缺乏资源，缺乏方法，缺乏那个智慧去完成他要的事情，以及魔术师逆位也代表是他如果真的是处在一个他的黑暗面，他有可能可以
因为出现了很多蛇，所以这个人可以很 tricky， 他甚至会反咬别人一口都有可能。因为魔术师逆位又有蛇的能量，代表的是他甚至会就是暗地里做一些事情去伤害别人，去害别人，或者是这张卡是说有人甚至会偷偷做法那自行对应啦，我不是说他会做法，就是说他会在背后去讲别人闲话，或者是去有点去害别人出错啦之类的这样。那他这张也可以说做事情不得章法又没有耐心，不得章法又没有耐心，这是他的黑暗面。然后中间命运之轮正位代表的是他又很认命，他一直觉得他可能有的你们想的这个人甚至会觉得说他的命运多舛，命运对他不是很好，但是他又没有办法抵抗，他不是那种魔术师正位会自己想办法去对抗命运，把命变好或把事情导向正向的一面，他不是，他是觉得如果他觉得命很苦，然后他还是那种那就算了吧，那他的命就是这样啊，也没办法啊，他也不想要去，他也没有那个能力去改变，你知道吗？没有那个心力，他就任由命运的摆布的意思，这是我看到他的黑暗面所以你们想的这个人可能有一点点我不想讲负面的字，反正就是有的时候能量状态好，你会觉得他好可爱，他怎么会这样冲出来要保护你，或者是为这个信念站出来大声讲话，然后但是有的时候你又觉得他怎么是扶不起的阿斗这样的一个感觉，或者是甚至是很鲁莽这样子。这个人真的需要团体，他没有团体可能就是变成一只迷失的蚂蚁，你知道，就很容易会被人家伤害。我们现在来看一下他有什么话想要对你说。这一部分是针对就是算浪漫情感关系的朋友，如果不是的话你就再自行对应好吗？我补充一下，因为这边有钱币的能量，然后命运之轮，然后魔术师这边有宝剑，所以他可能也有双子座跟处女座的在他的星盘里。所以我刚刚有讲火象的牡羊、狮子跟射手，然后有风象的，那特别是双子 maybe， 那还有土象的，土象有金牛、摩羯，然后特别可能还有处女的能量。And 宇宙好了，不是宇宙，你们想的这个人想要对你们说的话。第一章 I want to be more than friends， 他们不想只跟你当朋友，他们想要更多更进一步的发展。所以如果是算浪漫情感对象的朋友，你们自行对应看看他跟你相处他的讲的话有没有对应到，因为这个是 hidden truth， 是他没有跟你说的，他可能表现出来好像只是朋友，但其实他不想只当朋友。第二个 I want to feel that way again， 你们可能某一部分的人可能处在断联的状态，然后或者是在尴尬期，就是暧昧期，没有进入到交往的阶段，然后可能暧昧一阵子就断了。那他现在可能会有点后悔，觉得没有表达清楚他想要的东西，然后他非常怀念跟你在一起的感觉，你让他有感觉到恋爱的感觉，所以他很想要再次感受那样的感觉。第三章 I'm grateful for the spiritual lesson， 跟你在一起的时光让他有一些新的领悟，你可能带给他一些光，或者是你比较有智慧，或者是比较成熟，有指引到他一些东西，然后让他有你们可能现在没有联系，或者是处在比较暧昧尴尬的状态的话，他有在反省，利用这个时间反省自己，
所以他说他很感激这个灵性的课程，你给了他灵性的课程，让他，甚至有的人你们的关系是让他进入一个转变期，像我刚刚讲，他会一直不停的蜕变。那最后我们来看宇宙给你有什么建议。好，这边是2张宇宙给你们的建议，跟这个人的关系的建议。第一张是26号的 Acceleration， 这一张在1号牌组也有出现，还是2号牌组，我有点忘记。这一张13号的 Isolation， 这边又是8的一个能量形态，所以8月对你们来讲可能是一个关键的月份，跟这个人的关系是一个关键的月份，或者是这个人真的是狮子座，或者是你是狮子座。13号生命灵数4的人可能会抽到这一组，还有13号让我想到 Death。所以好，我先跟你们说明这一张26号加速前进。我觉得宇宙在说，你们选择3号牌组的朋友可能心里已经对这个人有一个决定或想法，不管你现在决定想法是什么，加速前进去做。一个可能是说你想要先离开这个关系，放了他不管，或是赶快脱离这个人，加速前进，脱离这个人，去奔向你自己的幸福的人生。第二个是，如果你很想要联系他的话，那你就也是加速前进，你可以奔向他，看你们2个要怎么去继续合作。我现在就是讲说，不只是浪漫关系的话，但是这一张出现了 Isolation， 就是有点隐者的能量。Isolation 独居独处，所以宇宙一个是建议你们说，你们可能需要独处一段时间，好好的利用这一段时间去思考你要的是什么，你跟这个人的关系应该要怎么进行下去，是要分开还是要继续合作。13号你们现在可能是遇到跟这个人关系连结的一个转变期，要把之前的连结跟做一个结束。如果要继续连结，就是要用一个比较全新的方法跟态度去面对它。但是宇宙是建议你最近可能先独处一下，但是也不要太过度，还是有偶尔要跟朋友出去啊之类，不要独处太久，但是让自己享受自己一个人的状态一段时间是对你们有帮助的。好，那希望今天读牌对大家有帮助，欢迎大家在这支影片按赞，然后分享给你的亲朋好友一起来读牌，并且订阅我的频道，开启小铃铛。你们的按赞订阅都是对我最大的鼓励，然后也欢迎大家在留言处分享你们的故事好吗？然后并且也欢迎大家追踪我的 Instagram Associate Indigo， 我会在上面 po 每周的塔罗运势，以及不定期接收到的宇宙的正向讯息，还有一些巴黎的生活琐事。然后也欢迎大家在每周运势下方留言，看之后你们想要听哪种主题的读牌好吗？谢谢你们哦，那我们下次再见喽，拜拜。